今天给大家说一个非常棒的 Flux 模型啊，这个模型呢叫做 Pixel Wave。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可以兼容各种各样的艺术风格，将各种艺术风格呢表现得淋漓尽致。好，下面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生成的一些图片，包括这种类似于漫画的这种写实的数字图片的。那我看到这些图片的时候，尤其是这张图片，我觉得这个表现真的非常的棒。当我们把它放大的时候，大家注意它的肤色已经没有了 Flux 那种这个磨皮的质感，或者是说塑料的这个质感，而且你会发现它把东方的这种美学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油画的水彩的各种各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觉得这个模型的特点呢还是非常突出的那大家呢可以在两个地方来下载这个模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CVT AI 上，那这上面呢我们看到了之前我们讲到的 Flux Style 包括01的部分，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当然那个时候效果不太好。那在03里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图像，各种风格的，所以说呢也能够体现我们说的这个模型的各种各样的特点，包括它底下这个示例图片也都是非常有特点的，不是局限于某一种写实的或者是油画的或者是水彩的都没有这样的局限性。那另外一个下载的地方呢，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包包脸去下载。这里边的话呢我们也能看到一些示例图片，当然它重点呢还是在这个 Files and Version 里边，那示例图片就比较少了。那提供的模型格式呢也比较多，包括呢 BF16 的 FP8 的以及我们各种各样的通量模型，大小呢大家也能看到有一个基本的变化。然后呢我们这儿用的还是 FP8 的所以说呢我们会下载这个。下面呢我们就构建一个工作流，然后呢来测试一下这个模型在各个艺术风格上的表现。那这是一空的工作流，我们直接来构建一个 Flux 的工作流就可以。我们将这个给它调整成 720×1280， 也就是一个竖版的。这儿呢我们给它换成我们的 Pixel Wave Flux 1 FP8 版本。别的呢不用去调，你注意不要加 LoRa 因为你 LoRa 的话呢很容易影响原来模型的这个特点然后呢我们加 Ksampler。加 Ksampler 之前呢你要注意它这有一个说明，就是它的采样算法呢有两种当然我们一般是采用上面这种是30步的采样，然后 DPM、PP 加 2M 和 SGM Uniform， 这是我们的采样器和调度器。那所以说呢大家在生成这个采样器的时候要按照这个原则去走我们采用30步采样 1.0， 这个呢我用 DPM、PP、2M， 然后这儿呢我们会用 SGM Uniform 我们将这个图片给它预览一下。好，工作流呢就构建好了，关键是提示词该怎么写，因为我们现在是要干什么呢？我们要测试它对于各种艺术风格的表现力。那我们没有办法，尤其是如果你不是学艺术的，你很难说我去列举出来 N 种风格，这个不太现实。所以说呢你还是借助这种大语言模型来做。比方说呢我们经常用的像 Cloud， 我就会问他列举10种在纹身图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绘画风格，用英文返回它就返回了这样10种。当然我可能不清楚，我就问他说你把上面的内容翻译成中文那这样的话呢他就给我翻译了一下，这样我就得到了10种风格。然后那我们可以拿这10种风格给它放到提示词生成器里边来生成提示词就可以了那比方说呢我们从头开始，这个呢我的主语都是一样的就是极具古典美的一个女孩。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写实风格，那我们直接把这个提示词给它复制一下，然后呢我们粘上它，下面呢我们直接生成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写实风格的人物，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人物真的非常的漂亮，你注意这个皮肤的细节跟我们用那个 Flux Style 生成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眼睛的这个部分眉毛的这个部分，鼻子的阴影皮肤的质感，尤其是皮肤的质感非常的棒。而且呢这种它应该是
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啊，就是我们再生成一个这种质量呢，同样是有保证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非常的棒。下面呢，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风格。第二个风格呢，其实是一种叫动漫的风格，一般是指日本动漫我们常见的那种动画效果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动漫的一个效果。那么这种东西的话呢，其实你会发现啊，它在细节刻画上，包括人物的这个整体的质量上都是很高的啊。看2张图像，整个的这个表现都是没有问题的。好，下面呢我们看第3种风格。第3种风格呢，我们叫做数字照片也就是用现代的这种摄影设备拍的这个照片，所以说呢也比较有特点。它跟我们说的那个摄影作品可能还是不一样的，摄影作品可能更多的还是指胶片或者相机的一个艺术。那其实我之所以被这个模型惊艳到呢，主要是2种风格啊，待会儿大家可以重点去看。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数字照片的这个风格，它会把人物的这种古典美完全的表示出来。另外呢还有就是水彩的风格，待会儿呢大家也会看到。大家看一下，这个质量真的非常的高啊，看一下整个这种东方人物的这个感觉表现的非常的棒。那我们再生成一张啊，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基本上呢可能每一种风格呢都在生成2张。大家看一下，同样的，我们再看下边这个风格。下边风格很简单了，油画。一般的模型对油画的表现力呢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它属于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艺术风格形式。这个就是放大了我们能看到这种油墨的那个质感就可以了啊。那这个呢是水彩，我觉得这个风格表现的也非常的好。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非常漂亮，对吧？而且这种watercolor 水彩的风格表现的也非常到位。而且呢它会有一些这种类似于这个墨水喷溅的一个效果，我不知道是它模型自带的还是我这个提示词里有啊。但是呢我们不管怎么说，它对于水彩的这种风格表现的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人物面部的这种表现，你会注意啊，是非常漂亮的，对吧？那下一个风格呢，我们叫做怎么说呀？就是类似于小孩那个图画书的一个风格，或者叫我们说漫画啊这样的一个风格。当然这种风格可能就有不同类型的啊，有偏那种欧美的啊，是吧？有偏这个日本的，这个就看你这个提示词怎么去表现了。来看一下，我们看的很多的动画片，欧美的动画片或者漫画书可能都是这个风格的，尤其是像80、90年代的人啊，可能现在少一点。然后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赛博朋克的或者科幻类的，这里边呢一般会有一些霓虹啊、炫光啊这样的一些因素。来看一下霓虹啊，这种炫光是吧？这个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风格啊。那你看一下它的面容也是非常精致的啊。这个呢叫抽象艺术，是叫极简风格。这个就看你具体描述成一个什么东西，像我这个提示词就是一个线条的一个抽象艺术。我呢也特别喜欢这个风格啊，待会儿出来之后你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啊，这是一个线条的，可能都看不出来这是一个女生。那我们可以再生成一张，是不是会更好一点？比较抽象啊，这个要有意思啊，不像我原来生成的，其实还是能看出来是一个美女的啊。这个就比较明显了，对吧？那就是看抽象到什么程度了，对吧？最后一种风格呢叫做低距风格，我们先看这个吧。吉卜力啊，这种风格也特别的漂亮，有点像那个动画的那个感觉啊，其实呢是动漫的一种特定的形态。就像我们在说动画片的时候可能会有宫崎骏呢，是吧？就是很多的这种大家比较喜欢的那种特定格调跟特定风格的东西啊。因为我们本身不是搞艺术的啊，所以说我们只能从视觉上来说好看不好看，对吧？大家看一下可能这种所谓的动漫风格会更加的喜欢在动画片里边、电影里边，或者是
一些特定的这种色彩的感觉，有人可能特别喜欢这种风格。那最后是这个 low poly 啊，就是我们说的低距风格或者叫低面风格。一般的图片当中的某些元素可能是用一些比较低的面来构成的，但是呢就会让整个图片的质感变得非常的漂亮。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我们放大，你注意头发这个部分啊，脸这个部分特别像这个纸啊什么的给折出来的啊，它非常细致，但是又有这种低面的这种质感啊，这种东西就特别像这个泥人啊，或者说某一些折纸艺术的东西做出来的效果，我觉得呢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啊。大家注意啊，这个模型即便是写实风格，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去加 LoRa 啊。比方说在这个工作流里边，如果我们加上小红书的 LoRa 给到 0.8， 然后你看一下这是不加的效果，如果我们加了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效果？来看一下啊，这种人物的这种皮肤的质感立马就给破坏掉了，而且不清楚啊。有人说，那你这儿是不是应该换成小红书的那个采样？如果我们换过去，可能效果会更糟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更不清楚了啊。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模型来讲，一定是不用 LoRa， 当然还是用人家推荐的采样器和调度算法。大家看一下，这个呢效果是最棒的，所以说呢不要加任何的 LoRa 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对 Pixel Wave 这个模型的评测，我觉得非常的棒。好，大家有时间可以自己试一下，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